Your Japan starts here. Let's go JP.com. 嗨，大家早安，我是乐吃购日本的富米。大家早安，我是乐吃购日本的明明。相信大家来东京旅游的时候呢，一定常常会选择去上野啊、浅草啊这些知名景点玩。那因为上野交通很方便，应该也会有蛮多人选择要住宿在那边。但是呢，这2年实在是观光客太多了，我觉得旅游品质真的不是那么好，感觉每次到浅草那边就是人挤人、人挤人、人挤人。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提案一个近年来在日本年轻人当中非常红的人气景点。这边呢，不但距离浅草只要徒步10分钟，还可以沿路欣赏晴空塔跟羽田川的美景，非常非常的悠闲。那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藏前。藏前这个地方呢，因为它的历史的缘故，也被称为是东京的布鲁克林。后面就有这个桥，布鲁克林大桥。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看这个跟浅草非常近，但是完全不一样街景风格的地方。话不多说，马上出发 ，Go！喜欢日本旅游，爱吃日本美食，想看观光列车与四季美景，快订阅我们！记得开小铃铛，接收所有通知，才不会错过新影片。我觉得藏前是一个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地方。它其实过去呢，在江户时代是幕府他们储存米的这个仓库，同时也有非常多这些工匠啊、职人等等聚集在这边。直到现在呢，这边还维持了当时的那种复古的氛围，就像是呢，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藏前神社。从藏前站步行约3分钟距离的藏前神社矗立于都市之中，带有除恶、家庭平安、商业繁荣等意涵，被称作是藏前的能量景点。这里不仅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也以春季盛开的金合欢花与合金樱闻名，是东京都内春天赏花的人气景点。这一家 Blue 卡呢，它是浅草人气店 Phipps Coffee 的姐妹店。不同之处是以每天现烤的司康为主打。像我们2个呢，就是热爱司康的司康人。真的，我最爱的烘焙品就是司康，超喜欢它那种外面酥酥，然后中间带有一点点湿润，哇，销魂！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吃过数1数2好吃的司康，因为它就是像你讲的，不会太干，吃起来很湿润，然后再配上我选择呢是有这个培根以及荷包蛋，这样吃起来呢真的是咸的司康，没想到可以这么好吃。对，其实我第一次吃咸的司康，因为我比较是走甜的流派。那我刚刚点的是蔓越莓司康，我觉得也非常的赞，加上它的那个奶油是微微冰过的，配上一层薄奶油，再沾蜂蜜，真的好吃到不行。那它的司康因为是现烤的关系，所以吃起来都会热热的，超级幸福。然后咸的司康我觉得也很赞。推荐大家呢，在早餐的时段，也就是11点半之前来点这个司康的早餐套餐，就会有一个司康2个酱料以及1杯饮料。而且它的店里面还有附设一间观叶植物店，我觉得它的植物都养得超级漂亮。这间店真的是可以让人感觉慢下步调，然后好好在那边享受生活的一间很有品味的店，我个人超爱。要不是它有限用餐时间90分钟，不然我可以坐在这边坐一整个下午。这一家来自美国旧金山的巧克力专卖店 Dantonia Chocolate 是藏前的知名店家之一。改建50年老仓库，位于公园旁的环境非常宁静舒适，进门就能闻到浓厚的巧克力味。1楼主要是巧克力加工区，在柜台有贩卖内用的甜品饮品，另外也有伴手礼区。他们的板巧克力不止好吃，包装也非常有质感。如果喜欢的话，买回去当纪念品或送礼都很不错哟。好，我现在来试试看看。它里面是有夹层的耶。刚刚呢，突然下了一场大暴雨，差点被淋成落汤鸡。我觉得拍外景最辛苦的就是真的很看天吃饭，因为你不知道有的时候会不会突然给你来一场大暴雨，或是突然看不到富士山。
种种的问题都有。但没关系，我觉得幸好我们今天在藏前，因为这个地区呢真的有很多宝藏名店，像我们刚才马上就找到一间很漂亮的咖啡厅，赶紧进来多。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做 Nui。我们刚刚其实像明云讲的，我们其实在很无助的情况下走到这个巷子，想说应该没什么东西吧，殊不知走进来之后，这家 Nui 真的很漂亮。它其实过去呢是这个玩具仓库，然后现在改建成下午的时候可以喝咖啡，晚上的时候又是酒吧，而且它还是一家青旅。难怪我刚刚看吧台那边啊，除了有专业咖啡机以外，还有一整台日本威士忌。不知道大家对青旅的印象是怎么样子？我觉得这家青旅非常漂亮，很有质感哎。而且因为藏前这边，我觉得交通其实还算蛮方便，因为它其实徒步就可以走到浅草，其实它离新玉图町那边也蛮近，所以你要去上野什么的也都非常的方便。不用我的那个Agoda钻石会员，查一下这一家多少钱？很不错哎，它一个晚上打折后，一晚才8400日币耶，哦，很划算哎，蛮划算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青旅爱好者，绝对可以来这边住住看。喜欢那种体验当地、融入当地的生活，然后有那种跟其他观光客有一些小交流啊，很有温度的那种旅游体验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一间。然后在旅馆待机的时候，你还可以在这边喝个咖啡，晚上喝点小酒，遇到下雨也不怕。那我们点的是拿铁跟抹茶拿铁。我觉得他们家的豆子也还算蛮好喝的，算浅焙，一点点酸味，但是酸味不明显，不会很抢戏。夏天喝起来蛮清爽的。他们家自己也有在卖豆子，我觉得应该是有专业的咖啡师进驻，然后也点了一个他的 cheese 蛋糕。它 cheese 蛋糕呢配上鲜奶油，我觉得非常赞。可是呢，它的下面这个饼干啊，有一点点危险，有一点点那种五香辛香料的调味在里面，不是一般的那种消化饼干，是有点咸香咸香。我觉得算是蛮有特色的一品，可是它可能不是那种蚂蚁人会特别爱的那种，但还蛮好吃的啦。配上鲜奶油，我觉得也很棒。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机会住在这边，但我觉得在这边，不管是青旅或者是酒吧或者是咖啡厅，我觉得都可以来这边坐坐休息一下，蛮不错的地方。外面下大爆炸雨，大暴雨，希望我们等等可以顺利拍完这一集。没错。先喝个咖啡压压惊。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雨终于停了，然后呢，马上赶在商店关门前，我们就冲来这一间店朝圣，那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家水木屋马场商店。它是在藏前这边非常有名的一间藤编手工艺品店，店内有贩卖非常多种，像是藤编啊、竹编的这一种小篮子、小盒子，我觉得都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可爱。而且因为每一个感觉都是职人亲手编出来的，所以它其实形状都会有一点点没有那么规则。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因为可以感受到它的那种温度。再来就是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像我刚刚买了一个这个比较高的，我想要回去装我的植物，然后这个比较小的呢，我想要装一些小饰品啊、首饰等等的。你猜这样子加起来多少钱？1000块，日币682元哎，是不是超级爆便宜？现在汇率换算起来应该不到台币200，根本就是比迪化街还要便宜耶。我自己平常居家布置也非常喜欢这种带有一点点乡村风格，让人有那种很慵懒生活感的这种居家布置。那我之前也常常会去，比如说像无印良品啊，或者是 Nitori 等等的买类似这样子的小收纳的篮子，但是呢，随便买都要2-3千日币，所以这边我觉得可以用几百日币、几千日币就买到品质这么好的商品，我真的觉得超级可以来扫货，居家控们不要错过。对，而且因为藏前这个地方被称为是手作之町嘛，所以大家呢如果有来这边的话，可以来挖挖宝、找找看，说不定就可以让你找到你心仪的商品。没错，好，那我们趁还没有继续下雨，赶快再去下一家店吧。这边有一间我一直很想要来朝圣的独立书店，就是我背后的这一间叫做透明书店。它的名字呢听起来非常的文青，让我联想到台湾的地下乐团透明杂志。刚进到里面，我真的觉得还好有赶在他们关店前来，因为它的选书非常的独特，有一些题材我自己也觉得蛮棒的，很符合现在时下年轻人会喜欢的。有一些像是女性主义啊，或是一些社会人权相关的选书，那也有非常多跟设计或是跟工艺相关的书籍，我自己也很喜欢。
欢。我觉得独立书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非常的有个人特色，完全可以体现出店主的个人喜好。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独立书店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一家透明书店呢，它除了有一般的书籍以外，还有二手书的专区，所以我觉得在环保这一块他们也做得很好。此外，他们也有出一些周边商品，我觉得也是设计也非常有特色，所以推荐给大家。就算不会日文也没关系，光是走进去感受一下里面的氛围，我觉得就非常的棒。透明书店的斜对面呢，还有纸胶带控的天堂 MT Lab， 这一间我觉得也很赞。太可爱了！我刚买了4个，然后选择障碍到不行，差点要出不来。这一间呢，贩卖的全部都是只有日本国内限定，在其他地方买不到。我觉得我刚刚很节制了，好可爱哦！我买了一个，这个是 MT for Kids。小朋友系列的，然后还有2个这种花花的系列。我觉得这种啊，不管是贴在照片旁边，或者是笔记本里面装饰，都非常的适合。虽然很花俏，但是很万用。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一样是小朋友系列的新作款，超级可爱。那我们刚刚还有看到台湾特色景点的纸胶带，然后也有看到东京版的，真的好可爱哦！大家对纸胶带有兴趣吗？如果跟我一样喜欢纸胶带的话，在下面留言+1，我们考虑办一个抽奖送给你。好，最后一站呢，我私心安排了我自己一直非常想吃、朝思暮想的这个可颂面包。其实呢，在这个区域有一家非常有名的面包店，叫做果子屋西诺诺美。在2022年的时候开了一家姐妹店，就是我身后这一家叫做西诺诺美致胖所。这一家的可颂听说是真的非常好吃，所以我就怀着这个就是一直想吃可颂的心情。结果呢，进去之后呢，里面的装潢真的是非常漂亮，但是呢，除了漂亮之外，没有其他，就已经卖完了。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蛋挞。为什么买蛋挞呢？原因是因为可颂里面有非常多层嘛，我想说蛋挞应该可以吃到一点点很多层的工艺，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蛋挞。这一家除了好吃之外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他的老板竟然是台湾人。他除了这个可颂非常有名之外呢，他用了非常多台湾元素，可以吃到这个台湾的家乡味。那我来吃吃看这个蛋挞好了。哇！这个上面真的有非常多层，而且它其实很香哎，因为你一拿出来就有那个酥皮的那个香味。刚刚大家已经听到我吃的这个 ASM 嘛，应该可以就知道有多酥了吧？有够酥。但是呢，除了酥之外呢，我觉得有点可惜是它不是热的。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热一点点的。啊，肯德基刚出炉那种超赞。我觉得下次要早点来买他们的招牌这个可颂。这边还有一个厉害的，就是它后面就可以欣赏到晴空塔，然后现在天色已暗，看到晴空塔也点灯了。那我们就边欣赏晴空塔边把蛋挞吃完。好，有一种举头望明月的感觉。好，我们今天已经从早到晚在这个藏前这边玩了一整天，我觉得真的是宝藏景点。相较于人潮非常汹涌的这个浅草这边呢，真的是人不多，真的观光客没有那么多。但是呢，网络上越来越多关于这边的介绍，我相信接下来非常有潜力，可以成为下一个爆红景点。可以，而且它的交通位置真的很方便。除了浅草可以徒步走，大约10分钟就可以走到以外，其实你看晴空塔就在后面，所以它离晴空塔也很近，离上野当然也很方便。所以如果你有来到东京自由行1级景点你都去遍的话，非常推荐可以来藏前。那今天有点可惜，因为大雨有点稍微打乱我们的计划，有一些店没有踩到，但没关系，这边真的太多宝藏景点了，所以呢，下次我们再来雪池。因为这边的景点之间稍微有一点点距离，所以大家可以先参考我们这支影片，或是在网络上做足功课再来现场哦。大家好，我是吉田社长。想看更多精彩 MV 或是日本旅游相关资讯，记得订阅吉田社长Japan TV，多多支持我们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好，大家如果喜欢我们今天拍摄的东京布鲁克林葬前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拜拜。又要下雨了。